哎，这么早回来了？我还以为子墨又逃课了呢。干嘛？正好你在家，那你帮我个忙吧。来，帮我忙。来，乖，你这样啊，电话你拿着。一会儿呢，你帮我夹在这上面，然后呢，从这儿往下这个高度，大概给我录个15秒视频啊。这叫俯拍。是俯拍。你这在做什么呀？做节目呢。录视频就录视频，别说自己做节目，做节目是有门槛的。我怎么不能说自己做节目啊？就你这普通话，你这咬舌、吐字、发音、前后鼻音、节奏、气息，烂成一锅粥了，你还做节目？我普通话也没那么差吧？还有你这设备，听说过色彩宽容度吗？懂噪点控制和解析度，懂得色彩还原能力吗？没有话筒，没有灯光，背景乱七八糟，道具也不讲究，做节目你配吗？不是，我问你个事儿啊，你是不是吃枪药了？蒋俊豪，不是，要不没法解释啊！你今天劈头盖脸进来就给我一顿骂啊！我怎么了？我一看到你们录这种 low 的视频我就来气。不是我录视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就是你们这些低端视频，扰乱了观众的欣赏习惯，拉低了观众的欣赏水平，让他们没有耐心、没有能力来感受真正的美、真正的文化。不是也没不至于吧？你干嘛呀？你不会在气我吧你？我正规专业院校毕业，堂堂一个传统电视台主持人，我需要降维嫉妒你这个视频博主。这还给我手机摔了，我这素材没保存呢，你给我摔坏怎么办？你保存什么呀？素材不在手机里吗？我还得做个物理保存，你不专业的吗？你不懂啊？下午差点白弄了。上传之后再做个物理保存。哦，好。什么是物理保存？就是把这个上传的素材再拷贝一份，在这种 U 盘啊或者其他的储存卡里。哦，这样。哎，不是你帮我录啊，等着急了吧？好消息来了，频道编委会已经同意重启对大地房产问题精装房的调查，但是提出了几个要求。第一，要求我们提供的信息必须准确及时；第二，让我们要牢牢掌握网络舆论场的主动权和主导权；第三，不能为了曝光而曝光，我们既要发挥好舆论的监督功能，又不能一棍子把企业打死。不用重启了，为什么？所有的暗访素材都被删除了。谁干的？何欢？我也不敢相信，但是素材是他上传的，也是由他来保存的。现在东西没了，他需要承担责任。反正按照制度和流程就是这样，你签不签字，上不上报，你决定吧。周主任，投放方案马上就好了。别弄了。为什么？编委会决定重启对大地房地产精装房的调查。怎么会这样啊？第一期节目今天晚上播出。那我们的广告呢？500万啊！有没有可能咱们再争取一下？距离新闻进行时播出还有好几个小时呢。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，你赶紧整理一下大地房地产最近这几年和我们合作的情况，
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广告投入情况。好，屋顶之前交给我。没问题。怎么样，爹？有吗？何老师，我正在找。会不会在这儿啊？我记得明明就是放这儿的呀。你会被人拿走吗？有可能。可是有人拿你东西的话，起码跟你打个招呼啊。对呀，你打招呼吗？没有啊。为什么？哎，何老师，这个就是。太好了。不过，这是我第一次学着做物理保存，我从来也没看，不知道存上没有。小刘，帮忙把这个素材给我收进去调一下。好，你稍等一下。帮我打开，我去那边看。哦，行行，好嘞。今天就这些了吗？对。又是被吊打的一天。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我已经递交报告了，按照规定你是要被除名的。这是暗访素材吗？对，你把它找回来了？对，怎么找到的？之前让春燕做了个物理备份，我忘了。那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我说了，我忘了。好了，我们不要吵了，好不好？你现在马上把这条新闻编辑出来，直播之前可以照上来吧？我不是被除名了吗？你可以的。我尽量吧。曾奎，我们把新闻顺序重新调一下。来，请进。邱主任，哎，来。大地房产的数据。啊。哈，不用了。怎么就不用了？这不，刚刚接到老周的微信通知，大地房产的那组新闻呐，因为技术问题无法播出。那不正好吗？是啊。哎，大地房产的广告落实的怎么样了？跟唐总已经全部都说好了。太好了，终于搞定了。喂？什么？大地房产那素材找回来了？是。怎么回事啊？现在忙，回头跟您汇报。嗯。唐总。哎呦，圆圆，我想死你了！我来给你送合同了。哎，好，走。这是咱们广告发布的合同啊，你也看一看，金额我们都填好了，填到500万。我们广告中心已经签字和盖章了，现在就差您了，您看看。好。叫李总过来一下。啊，我让这个合约部先看一眼，没什么问题我就签字。应该的。白老师，合欢交稿了吗？还没。用第一套串联词。是。我们用第一套。好。唐总，你找我啊？这合同你们先看一下，啊。好，那您稍等一下。哎呦，这不签合同你就不来找我了？我主要是来给你报喜的，这回心里踏实了吧？谢谢。
合约我看了，没什么问题。那正好，你法务你也看一下。哎呀，唐总你就放心吧，我们的合同是制式的，不会出问题的。我肯定是相信你啊，但是这程序还是要走，啊，去吧。唐总，我们先下去看一下。欢迎回来，您正在收看的是《新闻进行时》，下面请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。何欢交稿了吗？还没。上传了，上传了。我们用第2套串联词上这条新闻。倒计时准备。5、4、3、2、1，开始。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房地产市场。今天，越来越多的买房者都愿意选择省心省力的精装房，但是精装房真的会让业主100%的省心吗？唐总，合约我看过了，没有什么问题。哦，这回踏实了。来吧，可以签字了，唐总。行，我签啊。现在，唐总，新闻进行时，你赶紧打开电视看一下。6频道。近日，我们新闻进行时的记者就这个疑问，对本市一家高档精装楼盘进行了暗访。该楼盘地板的品牌虽然没有改变，但是型号却发生了变化，品质更是天差地别。我都已经被轰出来了，我还怎么挽回啊？你再想想办法吧。不是主任，我真没办法的，你也别太难为我了。你也不要太灰心，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啊影响到工作。毕竟，主任，有事啊？我之前交给您的那份申请，您签字了吗？开除何欢那个还没签。那我撤销申请。为什么？何欢把素材找回来了，也没有耽误播出。他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，而且是我误会他了。你知道我为什么没签吗？你作为他的上级主管，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，不应该这么冲动啊。另外，同志之间也应该互相帮助，互相理解。明白。出去说吧。好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阿姨，也来跟你道歉。对不起啊，是我太武断了。明天栏目会上边，我也会公开跟你道歉，还会做个检讨。其实别的都没什么，但是你怀疑我的职业操守，这真让我很伤心。对不起。新闻进行时，现在这个状况确实让我很焦虑。我不想让曾经那么辉煌的一个节目，在我手上关停。
所以每得到一条好的新闻，我都会很雀跃；失去一个好的新闻，我也会很着急。这次是我判断失误了，原谅我好吗？其实也不是，你的判断也没有完全失误。赵媛媛真的找过我，她求我把这暗访视频给删了，还说她的提成能分我一半，当场就给我转了5万块钱。说真的，我还真犹豫过。我妈妈的靶向治疗费用一直也没着落，一个疗程刚好5万块钱，但是最后我还是把这个钱退给她了。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？我说了，你会信吗？白杨，咱俩呢之前闹过很多次矛盾了，以后难免还会吵架，但是我也希望你记住，虽然我离开新闻进行时已经10几年了，但是作为一个新闻人的初心，我是不会忘的。我会记住。那我原谅你了。谢谢。我妈可能还要再睡一会儿，你要有事先忙的话，你先去吧。回头我告诉她你来看过她。好，那我先回去。有事给我打电话。42号床的那个输液快没了。哦，好，42加液。谢谢。哦，教授，刚才看到系统，你们的靶向治疗已经开始排期了，具体的治疗方案，童主任会亲自向你们交代。我应该还没交费吧？但我看到你们第1次治疗的费用已经结清了呀。什么时候交的？就刚才。那谁交的？没有显示。谢谢。咱俩朋友这么多年，你就这么跟我甩手腕吗？我没有啊，还没有。你这边告诉我素材被删除了啊，这边又把新闻播出去了，你跟我玩缓兵之计呢你？素材确实是被删除了，可是后来又找回来了。老邹啊，我还不了解你吗？你是怕我继续纠缠编委会，编了个假消息把我稳住，对吗？我真的没有。老邹，记得当年你前妻跟你吵架，把你撵出家门，我收留的你，啊，你们家买房子，我借钱给你，你儿子上学学习不好，是不是我找的老师？你就这么忘恩负义？是，老邱啊，这素材呢，那确实被删除了。哎，当然了，后来找回来的时候呢，我应该呢跟你打声招呼。这不当时我有点小顾虑吗？哎，这么着行不行？现在我当面向你赔礼道歉，好不好？道歉管用吗？纵观整个事件，老邱，我还是觉得你走偏了一点儿。你的意思是我错了？那倒我没说。我们作为媒体人，必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，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二者有机的统一。行，你都对，我错了啊，我说不过你。那你就这么玩下去吧，我就不相信偌大一个频道，你一个人能撑得住。哎，老邱。
欧子墨，欧子墨，欧子墨。哎呀妈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看，现在最火的宅舞我都会了，我教你啊。对不起，我们跳了一段低端的舞蹈，希望没有扰乱你的欣赏习惯，拉低你的审美水平，阻碍你欣赏美和文化。欧子墨，回去睡觉了。让我再玩一会儿。9点半了。好吧。大哥，明天见。明天见，拜拜。刷牙。嗯。今天我态度不太好，对不起。你在跟我道歉吗？下午工作有点不太顺心，可能心情不太好，说话重了一点，别往心里去。就你那几句话，杀伤力不高，侮辱性不强，我没放在心上。那就好。哎，你下午批评我的那些，说的都是真心话吗？可能用词夸张了一点，但是你这个视频真的做得很粗糙。不至于那么差吧？不服？要不，你再帮我精准打击一下？既然你主动找喷，那我就火力全开了。来，请赐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最爱的蒋哥，那我又来了啊！今天呢，给大家来一道什么菜呢？来一道非常有名的一道粤菜，叫做3级地汤。哎，有没有听说过？没听说过吧？所以今天教你们来怎么做。那首先要准备的这个食材有什么呢？食材有，哎，就是一块非常新鲜的猪肝啊，很新鲜啊，猪肝。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，你教的这些菜呢，都是观众在家里能够平时做的，对吧？对，就是家常菜。既然是家常菜，谁在自家厨房做菜还要穿厨师服，戴那么高的厨师帽？是。第二，你做的是道广东菜，为什么配乐不用个广东小曲呢？我没考虑到还得放点背景音乐什么的。美食讲究的是色香味，可是你的食材你都没有给它特写，没有给它打光。还有，你看这个镜头，你这个机位本来你人就高，你是觉得自己的鼻孔很好看是吗？还有，你的剪辑有跳帧，你发现了吗？跳帧又是什么呀？我觉得你应该是懂镜头的，知道推拉摇移，但是镜头语言是用来讲故事的。如果你这种镜头用的没有章法的话，就是耍花枪。当然，这些都不是最致命的。这还不是最致命的，我都要被你打成筛子了。最致命的是，你根本就没有理解到美食的精髓。不是，我学厨师的，你跟我说我不懂美食的精髓。在中国的古代，美食并不仅仅是口腹之欲，它也是文学。是艺术，是人生的境界。比如说，你做的这道3级地汤，你知道它的来历吗？厨师学校学的。能给我个椅子吗？哦，来，来，您坐。在古代的时候，把状元、榜眼、探花合称为3级地。在清朝的时候，有一位广东的状元叫林少棠，他喜欢用猪肝、猪肉、猪肚熬成汤，他也将这3种食物比喻成状元、榜眼和探花，所以这道汤也称为3级地汤。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。那这些你是从哪儿知道的？这是一道客家菜，之前介绍过一本关于客家文化的书，在里面看到的。学到了。来，我们看下一段，
那今天呢，又给大家带来一道新的菜肴。这道菜是什么呢？就是东坡肉。哎，相信很多朋友都吃过这道菜，但是他并不会做。那么今天呢，这道菜你是做东坡肉，那你为什么不从苏东坡切入呢？他那首《猪肉颂》可以用来串联呀。猪肉颂是什么？尽洗称，少着水，柴头掩烟焰不起。待它自熟，莫催它，火候足时，它自美。什么意思啊？回头我发给你吧。好。那你知道苏东坡做东坡肉的时候，他当时的心境吗？我跟他不熟，我不知道他什么心境。那是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，但是他并没有沉沦颓废，反而更加努力地在生活当中寻找着一些小亮点、小快乐。所以东坡肉不仅是一道美食，更是一种平和乐观的精神。那对了，我明天要是做这个鱼香肉丝的话，我该怎么弄呢？在世界未解之谜当中，就会问到鱼香肉丝为什么没有鱼？对啊，为什么没有鱼啊？你不知道吧？我不知道。如果你明天边教大家做这道菜，然后边解答这个谜题，那你这个美食节目就赢了半分了。对呀，但是为什么呢？我不知道答案啊！你真不知道？我真不知道。我一会儿告诉你吧。好。还有呢？对，你帮我看看这个。你把我拉黑了？是。为什么呀？你觉得呢？可我都跟你解释过了。哦。哎，你别着急走嘛。放开我！我在这等你2个多小时了都。所以呢？圆圆，我错了，我不该跟蓝宇见面，我也不该被他蛊惑。但我发誓，那天都是他主动的，是他主动给我打的电话，主动约我见的面，还主动拉我的手。这件事情都怪他是吧？不是，我承认那天我被冲昏了头脑，毕竟嘛，我跟他谈过一场，但我保证，我今后绝不会再以任何形式跟他见面。我的心里只有你啊，圆圆，你就原谅我一次行吗？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买，什么都行。周佳琪，你们俩有一段很难忘的过去，我理解，我也尊重你们俩，我根本就没在意，所以也没有什么原谅和不原谅的。圆圆，那你要能这么想的话，那真是太好了。我得承认，那天看到你们俩在一起那么亲密，笑得那么高兴，我心里不舒服。可是这件事情，我冷静下来回想的时候，我觉得蓝雨是个非常优秀的女孩子，她很能干，也很有能力，家庭条件又很好，所以你忘不了她，我完全能理解。你们非常门当户对啊。圆圆，这话不能这么说。我成全你们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我们分手了，你自由了，你可以踏踏实实的和蓝雨谈恋爱了，听明白了吗？我祝你们幸福。圆圆，圆圆，圆圆，别跟着我。哎呀，圆圆，你就别生我气了，我保证再也不会见蓝雨了，你就原谅我一次吧，就这一次。哎，圆圆，我绝不和你分手，绝不。圆圆，圆圆。
大家都注意一下啊！注意一下，最新的综合测评结果出来了，我们重新回到了第1的位置上。观众口碑第1，节目影响力第2，社会效益第1，信息准确度第1，节目经费成本第9，经济效益第5，综合排名第1。我跟你说，起来，一会儿看看。你怎么不高兴呢？高兴啊！但是老邹现在在编委会上背书呢。那管他呢！同志们，领导背书，我们发奖金我今天吃饭了啊！吃够啊！这个月前就说这个。接下来，我们进入下一个议题。可以下，在进入下一个议题之前，我要先说一件事情。各位尊敬的编委，各位领导，各位同事，我决定辞去广告中心主任的职务。秋阳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就是秦海，我们广告中心为了频道下达的创收任务，拼死拼活，没脸没皮，好不容易见到了一点曙光。可是其他部门的配合十分有限，甚至有的部门还在背后拆台。这个主任，我实在是干不下去了。哎，邱主任，你这话说的可就错了。我们新闻中心不但没有背后拆台，反而在不断的给你们搭台。曝光大地房地产，就是你们搭的台吗？你知道吗？就是你们曝光了这组新闻，让我们失掉了500万的广告，整整500万呐！邱主任，你只是看到广告中心丢失了500万，而我更担心的是，在新媒体蓬勃发展、传统媒体受到极大冲击的今天，我们面对重大疫情，如果还是装聋作哑，那可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了。那你觉得是我没有大局意识了吗？不是，我是说我们是站在一条船上的。行了，都不用争了。在党中央为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做出重大决策部署的关键时刻，你们却因为遇到一点困难就临阵脱逃、撂挑子，这还是媒体人吗？我这不是只顾经济利益，不顾社会效益，还是党的喉舌吗？我们查过了，那天晚上某人就是通过这台电脑登录了何凡的账户，然后删除了数据。这有监控吗？这里没有，走廊里面有。好。白老师，你说那个时候有几十个人在编辑房进进出出的，人确实太多了。要不你告诉我是哪个部门的，我一一帮你筛选一下。黄书记，我刚才说辞职呢，那都是气话。秋阳啊，我知道广告中心不容易，可是，在辛苦之余啊，我也建议啊，你们好好想一想，相比其他媒体，我们的优势在哪儿？能否利用技术进步，多打造几条传播渠道呢？传播方式还能否创新，进而实现社会和经济价值的双赢？接下来，我们广告中心就一定好好研究这个破圈问题。新闻中心，老周啊，最近势头不错，但是仅仅一个新闻中心，它撑不起一个电视台。我们这方面做的还很不够，今后我们一定要和广告中心，包括我们频道的各个部门加强沟通，加强配合。这就对了啊，同志们，我们现在确实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，但同时，我们也是身处一个千载难逢的时代。
我相信，只要我们坚持守正创新，坚定不移地推动媒体深度融合，就一定能够打造出一个具有强大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。黄书记，你放心，我们广告中心一定勇于接受挑战。还是那句话，内容永远是根本，融合发展必须内容为王，以内容优势赢得发展优势。黄书记，您放心，我们新闻中心一定要不折不扣的坚决执行。500万的收入就这么没有了，这不给个说法吗？我都被黄书记批了，你还想要说法？为什么要批评你呢？说我们有点本末倒置。可是我们在完成我们的工作呀。我们是广告中心，创造广告收入呢是我们的本职工作，但绝不能因为这点广告收入而牺牲了频道的影响力，那可就得不偿失了。是，但是如果广告任务完成不了，频道的生存都会是个问题，这事儿怎么平衡呢？是啊，所以啊，我们的任务是经济效益为重，但是也不能因为经济效益影响了社会效益。那这事儿挺难的。是啊，只能迎难而上了。明白，那我去忙了，主任。来啦！嗨，环姐，怎么了？快进来，快进来！哎，不用换鞋了。来的太突然了，家里太乱了。你想喝什么？咖啡、红酒还是茶？是你干的对吧？不是我干的，我猜就是你。哎呦，那个视频不是我删除的。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视频？我从头到尾没说过视频，而且我视频是被删了，不过只有我、白杨和林静兰知道。就是林静兰告诉我的。喝水吧。其实我的视频删了，新闻中心很多人都知道，唯独林静兰。这2天她请病假了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你怎么会有我的登录密码？我没有你的登录密码，但是我见到过你手机的密码，还有车辆登记证，还有您当时的原始购车发票。哦，对了，还有您的银行卡。我往电脑里面输入试了一下，就成功了。你知道这样会连累我吗？我知道，环姐。你系统里面的东西没有了，大家一定会第一时间去怀疑你，这一点我想到了。但是那段时间你不在台里，我想你应该是可以洗清你自己的。就算我真的能洗清我自己，也改变不了你陷害我、给我挖坑的事实。我知道，环姐，是我着急了，我当时真的急了。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你怎么会这么做？对不起，环姐。这件事情你会往上报吗？你觉得呢？这件事情很重大。我知道，环姐，但是不要，我求你了，环姐，你不能。如果这件事情你报上去，频道一定会开除我，我就什么都没有了，我的功劳。你当时就不该这么做。是，我知道我错了，环姐，我求你了，我拿你当我最好的朋友，真的，你得帮我，环姐，你一定得帮我。你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环姐，你别生气，环姐。